未來10年呢，我認為有8大趨勢值得注意啊。也可能你們做完記錄，你回去想一想，可以加一些，9點、10點都可以。但現在這8點呢，我覺得是靠譜的，可以記下來的。第一個呢，未來10年呢，是全球治理的需求上升，供給下降，存在着管理赤字，這是第一個。它後面的物理邏輯是這樣的，就是在過去20年吧，就冷戰剛結束的時候，1991年蘇聯解體，冷戰結束，那個時候啊，那個人類只有10億多一點的工業人口，歐美日7個億，蘇東集團5億人當中一半是工業人口，然後就是將近10個億，然後把4小龍，那個算美國的小崔伯、小跟班啊算裡邊10億多一點。今天呢不一樣，今天本身这些国家都壮大了，歐美日现在加起来9個億，蘇東集團都進入全球化進程了，有7、8個億，這就是15、16個億了啊。然後中國、印度、巴西、印尼這種人口大國加入現代化進程，因此现在工業人口，现在全球71億人，52是住在城裡面，37億多住城市裡邊，所以很肯定地講，現在工業人口超過30個億，是20年前的3倍。那麼工業人口增加意味着什麼？首先意味着消耗增加，資源消耗增加。一個城裡人呢，一天消耗的水啊，是農村人10倍啊。我們每天洗澡，然後我們那個用大排量洗衣機洗衣服，對不對？那個然後用電，家裡開好多燈，對不对？農民有個15瓦的燈，他就挺滿意了。那個 OK， 這是工業化帶來的第一結果啊，就是它消耗增加，哎，各方面，就城裡女孩，你想衣服肯定比農村女孩多啊，这個化妝品什麼的都上來了，然後那個吃的東西也精緻，精緻就意味着多加工，多加工意味着消耗，知道嗎？有些女孩說我不吃主食保持身材，我就吃2兩牛肉啊，你就吃了1斤半米飯呐，飯桶啊。对不对？这是標準轉化率吧？2兩牛肉1斤半米飯，那個科學轉換就這樣的。OK， 這就是一個基本事實啊。工業人口3倍了，3倍以後消耗就增加，消耗增加一體兩面，另外一面是不是環境破壞增加？這是必然的嗎？然後就是社會管理複雜化，人們離開那個古老的鄉村，來到新興的城市啊，就是由農民變市民了，對吧？這個管理就複雜了，農民一定跟一個自然村，也就是一個 community 是聯繫在一起的，對不對？農民肯定是跟一個自然村在一塊，這個村可能存在了幾百年了，歸屬感很強，一個 community 啊，你把這個 community 穩住，大部分社會問題就穩住了。當你到了城市就不一樣，城市人呢，是 lonely cloud， 孤獨的人群。社會學家米爾斯懷特啊，不是 David Riesman。戴維·黎斯曼在1955年寫過一本書嘛，叫《Lonely Cloud》，專門講城市現象。城裡人是孤獨的人群，原子化的個人，看上去很熱鬧，哇，兄弟啊，喝酒啊，其實心和心很遠的，知道嗎？沒有歸屬感的，特別是住商品房，兩人住對門住5年，不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，是不是？這個，那麼這樣一種新的，就是農民轉市民。新的生存狀態其實意味着政府管理是挺複雜的，這個市民又嬌氣又脆弱，要你管很多事兒，然後又不讓你那個又要監督你，對吧？那個，總之呢，就是基於我剛才講的基本事實，工業人口是20年前3倍，以後還要繼續快速增加。那個像以中國為例啊，現在中央的想法是要很快把我們城市化。就是提高到50以上，對不對？現在我們中國住在城裡人口實際上也超過50了啊，只不過有一些人沒有身份，然後下面20年就要解決他們的身份，還有新的城市化。我估計不太遠的將來，中國將是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，10億人，從來沒有過的會在中國出現。這個。那麼中國如此，印度如此，印尼如此，巴西如此，土耳其如此，結果是什麼？結果呢，就是管理會比以前更複雜。搁到全球，就是全球治理的需求會上升。但是原來全球治理呢，
有2個提供者，一個歐洲，一個美國。現在這2個老兄啊，都有點累了，對不對？所以供給下降。然後中國大家都指着中國發揮作用，中國呢坦白講短期內啊沒準備好。中國現在主觀上願意參與全球治理，但是能力上還要有點時間，起碼要有一個學習過程，对吧？這是第一個啊。第二個，世界經濟的周期啊將會進入一個下行周期。學世界經濟的朋友應該知道，在世界經濟學說裡面是有一個理論的，叫康德拉基耶夫長波理論，對不對？就是根據那個科技啊生產的這個頻率啊，會出現40年左右的周期。前20年很多以前積累的這個技術可以市場化，成熟了市場化，新產品很多，投資也很容易成功，投一個成功一個，因為投資容易成功，於是投資就增加，投資增加就業就繁榮，對不对？投20年，但是再過一段時間，那種成熟的技術沒了，新的技術跟不上，然後呢，市場都是老產品在那晃來晃去啊，這個時候呢，大家就不願意買那個東西啊，這個時候呢，投資啊就沒有去向，或者投了以後容易失敗，然後大家不投資，不投資呢就沒有就業，對不對？就進入一個蕭條期。那麼根據那個康德拉基耶夫長波理論呢，應該最新的周期是這樣的：從80年代中到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上行周期，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長達20年的超長期繁榮，然後從08年金融危機到2030年應該是一個下行周期，這是一個未來。那麼未來10年當然在下行周期裡面了，這個意味着世界經濟啊它的基本面不太好的。那麼同時下面一個結論就是對中國這種比較依賴外貿的國家，外部經濟就不太好，你指的外貿是指不上的。所以我们要加速內部調整，把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轉成國內。這是第二個。第三個，在世界經濟的周期往下走的時候，世界動盪的周期往上走。這個按照美國戰略家布洛金斯基的說法，就是現在全球正在經歷一個東西叫全球政治覺醒，英文叫 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。它後面的邏輯是全球各個地方正在發生4件事。第一件就是城市化，農村的年輕人不願意待在那，貧窮、寂寞、孤獨、保守啊，都往城裡跑。儘管來了城市，他待的也不舒服，北上廣擠着一幫屌絲，對不對？但是呢，他老覺得在城裡有機會，他可以哇醜小鴨變鳳凰，那個就是他不願意走，這是個全球現象。但是他就有政治後果了，這是第一個啊，全球都在出現這個啥城市化，然後有政治上的壓力。第二個呢，教育普及。現在世界上啊，任何政府只要是一個像樣的政府，他都會重視教育，他會提出這種基礎的教育，最差他也搞個3年義務教育，最差，然後好一點6年，再好一點9年，再好一點12年，是吧？我們國家算不錯，普及了9年義務教育。那麼教育普及是個好事兒，但是在政治上講，它有個後果，就是識字的人，他的政治要求一定比不識字的高，對吧？這是第二個。第三個，中產階級出現。隨着我前面講的城市化迅速進展，工業人口增加，中產階級的數量是上升的。而中產階級呢，從無產階級變過來，他有一點點小資產，他一定特別珍惜這個資產。他的權利，保護資產的權利意識特別強啊。最後呢，就是網絡。那麼網絡的出現呢，會導致政治覺悟和政治覺悟的上升和政治要求的提高，對不對？網絡是一個很便利的進行那個觀點互動、進行動員的一個工具，對吧？而且一般來講呢，網絡上負面信息是比較多的，兩東西不一樣的。後來我再一研究發現，這網絡很有趣，很好玩啊，但實際上不具備代表性。我們雖然是6億網民，全世界最大的，排在第2位，美國是2.54，比我們差得老遠了。中國6億網民非常大啊，但是其實呢，在網民當中啊，天天在網上發言的就3000萬人。anyway， 就是说它是一個新現象，它形成了一個跟
現實世界平行的虛擬世界。那麼这個也給管理帶來了好多那個挑戰的啊。那麼總之這4件事合在一塊兒，結論就是人們的政治要求提高。如果你政府沒有能力應對這個要求，你就會倒台。阿拉伯之春，它後面的歷史邏輯就是這個。到別的國家動亂加劇，像大家知道今年那個土耳其啊、巴西啊都發生過騷亂吧？瑞典都發生過騷亂。那麼中國群體性事件增加，都跟這個東西有關。好，第4個趨勢呢，就是世界上啊，大概除了中國和俄國啊，其他國家主要領導人都很弱。俄羅斯有個普京很強，那個其他領導人都不行。像奧巴馬其實國內地位很弱的，歐洲領導人都弱，日本領導人還是弱的，那個印度總理更弱是吧？大家都記不住他。那個，所以這是第四個的，因此他們就是說其實是內向化的，知道吧？因為領導人弱啊，他不可能調動國內資源支持他对外，他是內向化的。第5個就是中等強國群體崛起。這個因為主要大國有點疲弱，因此呢，有些地方啊，這個中等強國就起來了。這個比如韓國、伊朗、沙特、哈薩克斯坦這種中等強國現在變得非常的活躍。這個就是山中無老虎，猴子充大王啊，知道吧？原來一幫一個大國罩着啊，這中等強國都挺老實的。现在大國不管了，哇，中等強國都跑出來了。那麼中等強國群體崛起，長期來講呢，不是個壞事兒，它導致國際關係民主化嘛，好事兒。但短期內會有點問題的，因為這些中等強國啊，會導致整個局面呢更不可預測。這幫中等強國沒有管理過全球事務，像韓國哪有什麼全球視野啊，對不對？他現在他想當領導，這個有點小馬拉大車，就是一幫村長啊，突然提成省委常委。他就有點暈着了，他起碼一大直在搞不清楚該幹什麼。那個，這就是今年的一個問題啊。好，第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吧，6。第6個問題是這樣的，就是隨着中國崛起，然後美國把它主要的這個全球戰略重心放到我們中國周邊，於是呢，就有一個後果。後果是什麼？就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中心，從歐洲到亞洲，從大西洋到太平洋。那麼這個過程呢，我們中國人是歡迎的，是吧？全球重心到我這裡來，我是地位上升了嘛，我們是歡迎的。但是大家換個角度看，從人家歐洲人角度，是不是不受歡迎的？對不對？对，那個歐洲，如果大家讀近代史，應該近代世界史，應該有一個感覺，就是近代大的事件還都是在歐洲發生的。500年前呢，我們人類有一個東西叫地理大發現，是不是？有一個賭徒啊，哥倫布，他其實賭輸了一屁股債，然後呢，他就去賭命去了，是吧？跑到西班牙王室，組織了一幫亡命之徒啊，就是往西航行，驗證一個地球是圓的理論。在那個之前，我們不知道地球是圓的。其實人類的知識啊，開拓是非常晚的。呀，500年前我們人類不知道地球是圓的，知道嗎？我們說天圓地方，地是方的。那個下面是海，無邊無際的海啊，宇宙海啊，一個大烏龜拖着我們，天圓地方。所以我們人類的知識實際上是很有限的啊。但是500年前歐洲人邁出了這一步，地理大發現，啊，這瞎轉，還真轉到一個新大陸了，對不對？發現新大陸，美洲，然後再接着轉，哎，走了一圈，地球是圓的。那個地理大發現之後，是不是緊接着在歐洲發生了很多影響人類命運的事兒？那個 Renaissance 啟蒙運動 ，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，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，然後接着是工業革命，英法拿破崙戰爭，對吧？英法戰爭，然後那個德國統一，然後是那個叫什麼共產主義運動興起，然後1戰、2戰、冷戰，對不对？大家想想是不是？我們導致今天我們人類走到今天的大部分那個近代史事件，是不是發生在那邊？除了在東方，我覺得值得提的也有，不是完全沒有。比如日本明治成功算一個，中國革命成功算一個，它很少，是吧？搁在全球很少，主要是在歐洲。所以在歐洲人眼裡說，全球地缘政治、地缘經濟的東西，在我這是正常的呀。現在撲通怎麼一下就跑到中國那裡去了呢？
所以今天在世界上發生的事，從歐洲人看，可以叫做500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可以這麼說吧？那麼歐洲人一定是不高興的，知道吧？不高興他就要抵抗，而且歐洲是有一個殖民體系的，他不高興，像中東、非洲、拉美那幫兄弟都不高興，都會抵禦這個進程啊。好，第7個這個趨勢這樣，就是意識形態分歧啊又出現了。20年前呢，蘇東解體，就是蘇聯解體，冷戰結束，然後呢，美國人就覺得他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，然後美國有個傻教授啊，叫弗朗西斯·福山。那個寫了一本書《The End of History》是吧？人類那個歷史終結。他說，人作為生物還存在，但是人的管理啊，我的美國的就是最好的，就是不可能比他再好的那個形式了啊。結果呢，現在福山自己後悔了，說是不好意思啊，亂講了，當時喝酒喝多了亂講了。那個他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歷史終結論了。那個，所以這是20年前情況啊，美國。他認為他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，然後他的價值叫普世價值，對吧？過去這個西方確實有學理上是有一個問題的啊，就西方呢工業化很成功，這是事實，他率先呢實現了現代化、工業化，然後於是他就獲得了力量。工業化成功以後，必然有這麼一個後果，就是他在軍事上有絕對優勢。在工業化以前呢，我們人類啊。主要是陸軍決勝，陸軍當中是騎兵決勝，誰有騎兵誰老大。但一旦一個地區工業化了，它一定有連發火器，那就是機關槍。而機關槍一出現，騎兵的使命就結束了，知道吧？當機關槍碰到騎兵，騎兵就是一堆肉，什麼都不是。那麼歐洲就利用這個東西，它先工業化，然後帶了堅船利炮，帶了機關槍，橫掃非西方。然後物理上把世界上很多地盤就占了，原來歐洲人就在歐洲吧，現在歐洲人是不是控制了北美、南美、澳洲？通過俄羅斯之手，整個北亞都是他的，對不对？物理上啊占了，然後接着心理上占。西方這200年，他那個學術啊發展出一套邏輯，他告訴大家說現代化是必由之路。然後呢，只能我們西方這一條路現代化。於是把一個多元的世界文明就搞成了西方文明一元論，搞成了這麼一個東西。他給大家邏輯是這樣，就是現代化是必由的啊，你不搞現代化就挨打嘛，就落後。然後現代化的路徑就跟着我走。但中國的出現啊，還真就是破解了西方文明一元論，中國真是走自己的路走出來了，所以對它的衝擊特別大。在中國出來以前，非西方當中只有我們一支文明，就是我們儒家文明這一支啊，現在是工業化可以的啊。以後世界實際上是2文明较量，一個是北歐的新教文明，一個就是儒家文明。那儒家文明呢，原來呢是邊緣地帶，工業化很成功，一個日本，一個释小龍。但那個時候歐洲人不怕的。歐洲人對付日本和释小龍這麼對付的，一個呢就是利益分享，讓你們進發達國家俱樂部；第二個呢戰略控制，你可以成功，但是你必須聽我的。另外就是觀念上你必須接受我。所以實際上日本和释小龍呢，成功的用軟硬2個方式被美國給化解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們就進我的那個俱樂部，但是你戰略上聽我的，思想上听我的。它是個成功的交換，但中國崛起是徹底挑戰它的。中國崛起啊，因為我們塊頭太大，我們沒有辦法走它的路。最後一個趨勢是這樣的，就是未來10年可能啊，我們人類會競爭叫第4次工業革命。工業革命呢，我認為到現在是3次，很多人是說2次，对吧？但我認為是3次了啊。第一次就是蒸汽機嘛。第2次是電力使用，第3次應該是 IT 應該可以構成一次工業革命了。就是人類那個智能，就是機器智能的發展達到那麼的高度，應該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。但是現在坦率地講 ，IT 是進入到尾聲了。那麼要尋找新的增長點，就要去尋找第4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啊。那麼第4次工業革命發生在哪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納米。是吧？如果納米技術成熟，我們人類可以重組所有的材料，對不對？
可能是新能源，比如核聚变，对吧？可能是基因技術最終成熟，我們人類可以重塑生命，是不是？那個也可能是太空物理工程啊，海洋物理工程、地球物理工程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很多可能性。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呢，主要意義是大國，跟小國沒有太大關係。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定是大國，跟以前那個小國冒出来不一樣。這個大國呢，我認為主要是在中美之間競爭。中美未來10年的競爭是2個領域，第一個是國內，誰能夠把國內的問題解決好，改革誰老大；第二呢就是工業革命，誰能夠在這個方面領先，誰老大。OK， 這是未來世界8大趨勢啊。